日元最近又在贬值了，到底为什么？是因为中国观光客不来了吗？今天带您快来看。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女首相高市早苗，她要重振日本，结果现在是不是又被中国一桶冷水泼下来了？她是祸从口出吗？到底高市早苗的那番话，现在的外交风波会延烧成什么模样？好，那么当然呢，你要谈这个高市早苗近来跟中国之间的一些争议，总要弄懂什么事嘛。很简单告诉大家，那就是高市早苗呢，他也不是有意的突然间说要去惹中国，而是他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当中，那就有一位议员要质询他嘛，然后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那如果这个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那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你的看法会是什么？那被问了他就回答了。好，那他可能也没料到我们是在聊预算，怎么突然间谈到了这个中国、日本、台湾的问题？好，那问了之后呢，他就可能人也很直爽，就讲了。他怎么讲啊？他说呢，这个日本要动武啊，那当然有一些条件的，对吧？那日本的这个自卫队要动武，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条件，那个条件叫做，念给大家听，你日本要行使这样的一个集体自卫权，你首先要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也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有这样存亡的危机的时候，当然要赶快挺身而出保护自己，对吧？好，那所以他讲说，那什么样的状况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存亡危机事态。好，那这个高市早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如果呢进行了海上封锁的话，那就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好，那当然他没有直接讲我就可以动武，但是他就讲了，你就达到那个标准，那你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进行了海上封锁，那就达到了日本可以动武的条件了。哇哦，那你既然这么讲了，那当然中国立刻就有很大的反应。你看到首先呢是中国驻大阪的一个这个外交的一个总领事啊，他就讲了，他说高市早苗怎么会讲这样的话？然后呢他就出现了，他说这不能原谅于是呢他说这只能一个办法了，就是要斩断这个高市这个。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说出来了之后，他是外交官外交官讲这样的话，那中国方面呢，日本方面当然会觉得说你这个外交官怎么讲这样的话那日本方面就有动作，就立刻召见了这个中国驻日本的大使，然后告诉他说你的外交官怎么这个样子啊，如何的，你要不要把话收回去啊？那中国方面呢也当然就出来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说，高市早苗把你的话给吞回去怎么能够讲这样子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延烧，越来越严重了嘛。那严重之后呢，日本方面没有把这句话给收回，于是呢，这个中国说要代替月亮惩罚你了怎么个惩罚法？首先，你看到中国就发出了一个这个警示，他要求所有的一些中国的这个民众暂缓到日本去观光、公务、旅行，通通别去了，对吧？惩罚你。中国呢什么没有人最多，人最多呢，这个人多的地方钱就多，那我都不要去你日本玩，我看你怎么赚到我的观光钱。好，那不仅仅是要求这些中国的公民们大家不要到日本去他还要求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就暂缓进口日本的水产品。日本呢之前大家知道他在福岛核灾之后其实呢好多国家都是不再这个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因为觉得你那个东西可能有辐射在里面嘛。那今年的6月份，2025年6月份，好不容易中国呢才完全开放，又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现在呢又把大门给关上了，我不进口你的水产品了。所以你看到了这回中国是再度使出了这个经济制裁你的一个方式，就看看日本政府低不低头。好，那这招有没有用？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有没有用中国的观光客到底对日本经济来讲有多重要？这应该是这样的惩罚有没有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嘛。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数字了这个中国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收入来源。如果你以
所有国家到日本去玩，所有的观光客当中的国家占比，中国的观光客大概可以占到1/4到1/5左右，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光收入哦。好，那现在呢，它完全切断，说大家不要去。好，那当然你会说，哎呀，有些人可能还是得去，有些人真的我就是玩，我可能就是选择其他国家去玩。所以你现在看到了，就在中国宣布哦，要大家都别去之后啊，大概有49万张机票被取消了，真的不去。好，那真的不去，我还是要玩啊。到哪里去了？他们到韩国去玩，到泰国去玩，然后呢，到新加坡去玩，到马来西亚去玩。所以呢，他们已经就不去日本玩了。好，那你说不去日本玩，会持续多久啊？我们给大家前例，在2012年那个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也是中日之间非常严重的一些摩擦。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钓鱼台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中国说是我的，那日本说是他的嘛。那日本呢，甚至还直接就说，反正就是我的，然后把它这个付诸于文字啊。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于是呢，那一年中国也是一样，要这个中国公民都不要到日本去玩。好，那造成多大的一个经济的损失？我们来看啊，那一年呢，中国的一个观光客比起前一年大概锐减了25%。那对于经济的收入来讲，中国观光客不来之后，你看，交通也没有了，他们就不会坐地铁，不会坐新干线，交通工具没，就不会在这个日本花钱。那他们到日本的消费也都没了，零售业也很惨，食品业也很惨，因为没有这观光客到这个地方来吃东吃西吃草莓，日本很多好吃的嘛就没了。好，那于是呢，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呢影响了日本是1.65兆日元的收入，其实不少哦。所以呢，你看到了这次啊，中国呢好像是比照2012年的时候比照办理，那这些损失掉的观光收入对日本来讲到底重不重要？你可能在成平时期，或者是我有其他的观光客收入的来源还 OK， 没关系，就是少一点，我可以从其他的一个国家我去多招揽一些其他国家游客来补齐。但是此时此刻现在的状况对日本来讲很伤，因为呢，日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好的，刚好才刚刚公布了第3季的经济数据。你看日本经济数据在第3季的 GDP 经济成长率，它是年减1.8%。大家不是说日本好不容易走出了那失落年代吗？好不容易呢，这个经济整个要往好的方向走，好不容易呢，他们可以升息了，他们可以摆脱负利率，他们可以升息，正利率可以来了。结果此时此刻，你看到了经济成长率怎么又掉下去了？然后呢，现在又可能会丧失掉好大一块的观光收入。所以呢，此时此刻你就看到了日本经济可能在中国这个完全让观光客别去之后啊，可能这个日本经济可能会撑有一段时间可能辛苦的。好，那当然你会说，那为什么会萎缩呢？这个第3季的状况，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还没有闹起来，不是吗？川普呢，他的关税对日本来讲也很辛苦，因为呢，川普的关税一打下来，对日本来讲，他的汽车出口马上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后来是把这个关税慢慢谈下来，但之前被收了好长一段时间很贵的关税，所以对日本来讲，你就看到第3季的一个 GDP 数字就是不好看。那现在呢，第4季嘛，第4季呢又跟中国闹了一个这个外交的一个争端。可能会让日本第4季的经济成长率又不好看。好，那经济成长率不好看会影响什么？影响到刚刚上任的高市早苗他的经济学。高市经济学本来呢，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外界非常看好，因为觉得他就是承袭安倍晋三，他就是那个感觉要带着日本再度的往前那种感觉哦。高市经济学呢，它很简单，就是3大理念。第一个，财政扩张，我要重新开始大投资，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带动整体经济。第二个呢，就是国防跟经济安全，这个也是它要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投资咯，投资国防，投资经济。再来呢，就是货币宽松。所以呢，这些这个高市经济学，其实本来这个他在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很棒，觉得他可以把这个日本的经济又重新带回高峰，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势的，然后非常明确的一个经济路线，觉得他会做得很好。结果谁知道呢？这个本来想说可以摆脱常年的停滞的，结果呢，就因为这个现在又跟这个中国闹上了，所以很可能他的这个高市的经济学可能又要蛰伏一阵子，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继续往上。同时间，你看到了日本的一个这个
债券殖利率又开始往上飙高啊，这个公债的一个殖利率越高，代表公债的价格越低，也就是现在日本公债是在被抛售状态。为什么抛售日本公债？当然是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对这个政府未来前景的担忧，所以会抛售公债。好，那为什么？我们来看它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到1.765%，这是什么概念？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我们刚刚说，殖利率越高，价格越低嘛，也就是它被打到了一个空前的低点。好，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样？好，首先呢，就是大家觉得高市经济学它要扩大财政支出。对，是你要这个刺激经济，但是大家觉得，那你又要发债。你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这个日本政府欠债很多哦，在已开发国家当中，日本政府它是这个债台高筑的第一名，它是已开发国家当中背负最大公共债务的国家，所以它本来就已经发很多债了。那现在为了要高市早苗要再扩大财政支出，再大投资，它又要去发更多的债，所以大家就开始有点疑虑了，觉得这样好吗？所以有点担忧，所以就开始抛售嘛然后呢，抛售了之后呢，你又看到它的一个财政扩张的一个数字又越来越往上叠高。本来说13兆日元，大家已经觉得有点多，后来说17兆日元，他说你要花那么多钱，那你要发那么多债。现在最新消息是很可能再往上叠加到25兆日元，这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担忧的地方。再加上日本跟中国最近的一个外交纠纷，让大家对于不确定性更高，觉得风险更高，所以又开始抛售这个日本的公债，所以就这么连滚带爬的滚下去了所以呢，其实这些原因很多都是叠加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当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在往上，它的一个价格在往下的同时，你看到日本现在的状态呢是股汇债三杀，同时间呢，不只是这个看到这个公债的一个价格在往下暴跌，同时间你也看到了日元在贬值当中。那你就问了，日元贬值，这样对吗？大家不是觉得说，这个日元走出了负利率之后啊，它的一个利率回归正途之后，日元应该要走强才对啊。但是呢，你看到高市早苗它货币宽松，同时间它的经济状况不好。经济状况刚刚讲到了是在萎缩状态，现在又有中国再踹一脚，经济状况不好的状况底下，你要它如何升息呢？没有办法的，那它要维持货币宽松，撑住它的经济，所以呢，现在这个日元呢开始又往下贬值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日元贬值呢，现在已经来到155、156喽。还有人说今年可能会看到160，那你说为什么呢？不是说要升息，刚刚提到了经济状况不好是很难升息的，所以呢，今年的一个这个升息的一个预估几率，在12月呢已经降到28%，明年1月份再升息的一个几率呢，大概只有4%左右，所以呢，可能现在日本升息的一个这个时间会往后递延的。好，那升息往后递延，那我日币当然可以贬啊，对不对？你要聪明钱这个1天2天的钱他都要赚的。他觉得你接下来到明年1月都不会升息的话，那我当然是赶快卖掉你日元，我到其他更有机会的货币去赚钱啊。所以你就看到最近日元也被抛售，所以呢，这个日币的贬值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一阵。但你说会贬到哪里去160应该极限了。上一回日币贬到160的时候，日本央行不就出手了吗？出手去撑了嘛。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家研究就觉得，应该大概就是156左右，顶多到160，日本央行一定会有动作的。但是短期现象，因为长期来看，大家还是看好日本的日本呢，现在看到了这个升息只是往后延，它不是不升息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在这段时间，我们持续观察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嘛。如果呢又缓和了，你知道这世界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对吧？吵一吵，总会有人找一个这个台阶这赶快自己下来嘛，对吧？高市早苗他是要撑日本经济的，他这个时候去跟中国作对，好像也不是很聪明，因为同时间这个川普还在收关税嘛，所以呢，他们一定会赶快找一个梯子，想个办法就下来嘛。下来了之后呢，让这个日本的经济赶快回到它本来应该要往前的一个正轨上去。短期的一个这个中日之间的一个外交摩擦就是乱流，我们这样看它。那我们如果以专业的投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美银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去调查了172位的基金经理人，问他明年2026年，你觉得什么样的商品最有机会？什么样的商品最会赚大钱？结果1/3的基金经理人都说
日元，你买日元就对了。而且呢，他们还讲说日元啊，明年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会比黄金、比美元、比欧元都要让你赚得更多。好，那你说这172个人代表什么？代表很多钱呐、这172个基金经理人，他们总计他们可以操控的一个这个掌握的一个管理的资产高达4750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说，他看好日元，他会买嘛，对吧？怎么会有人跟你讲说我看好日元，然后我去买美金？你傻了吗？所以呢，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管理资产的人呢、他们都说我看好日元，一定就是会赚。所以当他们这么多钱往日元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嘛，对吧？那我们再跟在后头，你们吃肉，我们喝点汤也很好。所以呢，你看大家都看好日元明年的一个状况，他们觉得明年这些短期的一些这个风险会过去的。那明年呢，它还是会升息的。它如果会升息的话呢，这个日元就会开始走强的。那日元走强了，你不就赚了吗？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说，他们认为现在啊，或许也是日元很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时机点。当然，他们都在等说，如果中日之间呢再吵得更严重一点，让那个日元再贬值多一点的时候，他再来进场，或许会是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入手点了。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整理一下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啊。目前我们看啊，当然是会觉得很严重，好可怕，好可怕。但是呢，如果你时间放远一点来看的话哦，终究会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地方，终究会找到一个和谐的办法。那如果这个又和好的话呢，那这个高氏经济学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判断一下，到底它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样的商品会被撑上去，大家有赚头。那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一个这个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状况，日本经济的一个短期现象，还有未来日元会是大家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大家放心上。好，这是今天内容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